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服装公司侵权杨紫被强制执行，不止一位艺人被侵权。近年来，杨紫凭借出色的影视作品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无论是颜值还是演技，杨紫都越来越好了。她主演的《欢乐颂》、主演的《香蜜沉沉烬如霜》、《亲爱的》、《热爱的余生》、《请指教》等电视剧都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她的微博动态转发和点赞往往超过100万。然而，杨紫并不满足于此，她一直在挑战自己的演技，尝试不同类型的角色，为观众呈现出鲜活的人物形象。然而近日，有网友曝光了一起涉及关杨紫的争议事件，一家服装公司涉嫌侵权杨紫等明星家属，引发不少网友讨论。据网友透露，上海仙桥服饰有限公司近日新增一名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金额为2万元。关联案件为杨紫与公司之间的网络侵权责任纠纷案，执行法院为北京互联网法院。据风险信息显示，上海仙桥服饰有限公司此前已获得韩雪、简仁子侵权赔偿，此事立即登上热搜，不少杨紫粉丝站出来支持杨紫维权。细心的网友注意到，8月份杨紫总共上了18个热搜，这个数字着实令人震惊，几乎每2天就会发生一次。这也让人怀疑一些公司是在利用杨紫的热情来牟利。作为顶级女艺人，杨紫近年来的作品几乎都引起了轰动，看来每一个和她合作的明星都会受到很多关注。除了演技上的出色表现，杨紫也是生活中正能量的代表。她热心公益事业，多次参加慈善活动，为有需要的人伸出援助之手。她还关注环保问题，积极参与各项环保活动，倡导绿色生活方式。杨紫不断学习，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和修养，以便更好地面对观众。面对这场网络侵权责任纠纷的争议，大家都有不同的看法。一方面，杨紫的粉丝一直给予她很大的支持和鼓励，维权事件也得到了很多粉丝的支持。他们认为杨紫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不能容忍侵权行为。另一方面，杨紫在维权案中被处决，也有人感到惊讶，毕竟她在娱乐圈中的形象一直都是正面的。事实上，这件事的发生也引发了娱乐圈的一些思考。在当今社交媒体时代，名人的形象和知名度已成为稀缺资源。为了追求利润，很多企业不惜使用各种手段来博取人气，其中就包括侵犯明星的权益。这不禁让人疑惑，在这样的环境下，明星一家还能维护自己的权益吗？而如何平衡明星的热情和维权问题呢？另外，杨紫是一位顶级女艺人，她的每部作品无论是好评还是争议都备受关注。同时，她一直积极向上，为社会做出了贡献。不过，也有人对她频繁上热搜感到困惑，甚至开始质疑这些热搜是否有炒作之嫌。这也引发了人们对娱乐圈张扬炒作现象的思考。此外，大家也期待有关杨紫所面临的侵权问题以及她的维权活动的更多细节和解答。无论如何，作为一名优秀的演员，杨紫在娱乐圈中展现出了自己的实力和正能量。粉丝们一直支持她，为她加油。在这个充满竞争和争议的环境下，希望杨紫能够保持自己的人气，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同时也希望各方能够共同关注娱乐行业的发展和监管，为明星家庭提供一个更加公平、安全的舞台。您对这一事件有何看法？我们也期待事件的进一步发展和调查结果。杨紫长相思2或将空降，回应任嘉伦无忧无虑 C 罗新空降。随着暑期档的结束，今年播出的剧集种类繁多，涵盖了童话、武侠、奇幻等多种类型。当然还有一些比较经典的剧集，请问你读过哪部作品？你喜欢什么类型的题材？今年暑期档哪部作品让你深深着迷？当小伙伴们沉浸其中的时候，其实正是3大平台激烈竞争的时刻。每年夏天都是竞争最激烈的时候，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他们都会不惜牺牲自己，以换取热播剧的机会。为了所有人的利益，他甚至不惜将自己最好的作品搬上荧幕。这不，今年暑假的《琅琊榜》又火了。如果这件事引起轰动，后果不堪设想。这也导致了很多优秀的剧集最终走向了失败的边缘。
如果放到日播中，也将成为一方霸主。因此，对于电视剧来说，一定要在制作上精益求精，才能让观众喜欢看。以杨颖的2部古装剧《陈圆》为例，该剧虽然在剧情和质量上表现不错，但在与肖战主演的玉骨遥的对抗中却失败了。玉骨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就是女主角，她和男主角都是古装小公主。暑期档，另一部现代剧《木心》并没有引起什么波澜，主演还是古装小王子任嘉伦。这配置太残忍了，让人难以忍受。如果演出效果好，收入将翻倍。以杨紫主演的《长相思》为例，这部剧是一部大女主剧，由4位男主组成，已经播出长达1个月了，所以这部剧可以说是非常的受欢迎。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该剧的4位男主都因为出色的表现，获得了很多晋级的机会，尤其是邓伟，因为该剧从千禧老2向他投出了很多资源的橄榄枝，这也让我们看到了《长相思》的受欢迎程度。张晚怡和谭健次也展现了爆款剧的惊人威力，这是不争的事实。鹅厂见证了《长相思》的威力，获得了可观的利润。因此，近日有消息称《长相思2》的播出时间可能会推迟。该剧第2季计划于9月份左右播出。不过，由于吉祥7季的惊艳表现，陶厂计划空降任嘉伦的《无忧穿越》或者白鹿的《平安如梦》，因此这2部作品都会有一定的市场。夏季档的最后时刻，鹅厂不想看到自己被陶厂压制，这或许就是《长相思》上移的原因之一吧。在中国1年1度的七夕即将到来之际，杨紫主演的《长相思》的场景与七夕节的氛围完美契合。因此，据悉，鹅厂将于8月22日播出这部剧，充分证明了鹅厂的营销。除了第1季的热度外，相信杨紫主演的《长相思》第2季的收视率也会有一定的提升，甚至更高。《长相思》第2季主要讨论的是多少年前，为了登上轩辕王位，神农起义军也开始了一系列精心策划的行动，最终退出了争夺。最终，香柳的悲惨命运将告一段落，大荒将迎来统一的时刻，而逍遥和涂山烬也将消除误会。谭健次的香留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第2季的盒饭也将在不久的将来被拿起。这段经历或许会给很多网友带来无尽的悲伤。在夏季老虎机的最后时刻，我们将关注这2个平台是否会推出另一个出色的系列。如果陶厂最终实现了无忧穿越或者宁安如梦的空降，那么相信鹅厂也会发布长相思2号，因为鹅厂的野心不容小觑，他们渴望在今年的酒会上拿下长相思2。夏季档领先。虽然景甜的烈日炎炎和杨超越的吉祥7季在鹅厂很受欢迎，但如果这2个平台都没有空降好剧，那么这个夏天对鹅厂来说就是一场胜利。信心在哪里？相比之下，陶厂拍错了戏，才导致了7次如此糟糕的结局，这是陶昌无法接受的，也是无法预见的。下一个是什么？到的下一步长安将决定其未来的发展方向。或许杨紫会在近期推出《长相思2》，以回应任嘉伦在《无忧穿越》中的空降表演。这不是《长恨歌》明月几时来的续集吗？各位观众朋友，请问鹅厂和陶厂2位优秀的演员，是否有能力在接下来精彩的表演中继续展现自己的才华和实力呢？本期我们邀请了几位嘉宾为大家带来不同的观点，欢迎大家讨论和评论。02，断层顶流有争议。真正的顶流和争顶流有很大区别，超越肖战要么是大喜，要么是大悲。虽然内娱断层顶流只有6个字，但不难发现其实只有2个字，分别是笑和战。现在已经变得这么粗暴了吗？此前的热门搜索词有古装最好看的男艺人、内娱的伞顶、国内娱乐圈男艺人中谁的舞台最美等一系列话题，引起了各地艺人粉丝的关注。互联网上争先恐后的发 KPI， 仿佛他们担心自己的艺人被路人忽视一样。哪怕是18线艺人，粉丝们还是希望能在这样的平台上展现出来，说不定能吸引不少新粉丝呢。然而，对于那些所谓的最好看或最美，每个人的主观感受都不同。有些人可能不喜欢大受欢迎，这很正常。但令人意外的是，像内部娱乐断层顶流这样的话题，却引起了粉丝们的激烈争论。看来有些人太自信了。什么是过失？这不是70和60的区别，而是100和60的区别。
有些人的流量只能勉强达到及格水平，而有些人的流量却达到了最高水平。下一个能够突破这个平台的，就只有那些顶级流量本身了。肖战自2019年走红以来，成功进入流量时代。在一系列数字事件的推动下，他的流量很快达到了顶峰，并一直保持至今。与那些希望成为顶尖的艺人相比，他的地位可谓是无可争议。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平静的日常内部娱乐中，肖战的数据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而当我们需要对艺人进行统计时，往往需要先排除肖战，只有这样，其他艺人的数据才显得更加出色。这就是一个可以提高统计表挖轴的男人。然而，当一个艺人的数据超过肖战的时候，粉丝们不是欣喜就是悲伤。这可能是因为公布了好消息，比如官宣恋情、官宣有了孩子、获奖等。另一方面，也可能有负面的情况，比如丑闻曝光、不良行为等被曝光，多个嫂子轮流爆料，或者孩子出事不被认出。肖战在娱乐圈的地位是无可争议的，即便有黑子传出的传闻，也不能否认肖战一出场就能超越其他艺人的流量。他的影响力一直保持稳定并持续增长，无论是粉丝数量、剧集收视率、普通观众的受欢迎程度、作品质量、商业价值、时尚影响力，他都处于顶尖位置，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只有全面发挥没有缺点的人，才能称为真正的顶级明星。在中国大陆的娱乐圈，也只有肖战有这样的实力。国内顶级娱乐的实力从未改变。以前他们卖了几百万本杂志，通过商业活动赚了几千万，还卖了几千万张单曲，这足以让他们称霸行业。然而现在，事情已经破裂了。这种事情对于那些纯粹从娱乐圈起步的人来说，可能完全陌生。一个叫肖战的男人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后，他把这些东西推到了1个亿的程度。他的一首单曲光点击量达到了1.63亿次，相当惊人。试问其他明星的粉丝，谁敢夸自己的偶像比肖战强？别人的粉丝不承认也没关系，只要你的偶像知道就行。我真的觉得我们可以和其他家庭比较一下，这样差距就不会太大了。我们可以找到一些有共同追求和审美的流动资产，而不去费心去计算别人的固定资产，这实在是不明智的。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大家一起讨论一下。欢迎，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